大家好，可能大家不相信，美国现在又加大了对中国的制裁。今天，美国商务部今天是4月8号，在它的官网公布，将7个中国超级计算机中心列入实体清单。原因是什么？因为这些实体清单支持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以及与美国国家利益背道而驰。大家可以看到，它理由就是只要中国发展，那就威胁到美国国家利益了，那就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了。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 BIS 将7家中国超算实体列入了实体名单，原因是进行了违反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的活动。今天，美国针对中国的实体清单又增加了以下实体：天津普天信息技术公司、上海高性能集成电路设计中心、顺威微电子公司、国家超级计算济南中心、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还有国家超级计算郑州中心。这些实体参与建造中国军方使用的超级计算机，其破坏军事现代化的努力，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计划。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公告中表示，超级计算能力对很多或几乎所有的现代化武器与国家安全体系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美国商务部将竭尽所能破坏中国利用美国的技术进行军事现代化的努力。据美国商务部官网显示，这些实体符合出口管理条例第744.11节所列的实体清单标准。另外，据美国国会山报报道，雷蒙多4月7号就昨天曾参加当天举行的白宫记者会，会上他谈到美国总统拜登提出了规模宏大的美国基建计划以及税改措施。他说，这些举措有助于提高美国的竞争力，可以更好地与中国展开竞争。尽管他打算大举反击中国，但有关拜登政府如何应对中国华为公司还有 TikTok 的审查仍在进行中。他说，美国方面必须制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因为如果竞争环境是公平的，没有人能够胜过美国工人。而中国的行为缺乏竞争力，具有强制性，并且是卑鄙的。因此，美方计划使用工具箱中的所有工具，保护美国工人和企业免受中国不公平做法的伤害。我觉得美国商务部长这段话要反着来理解。他说，如果竞争环境是公平的，没有人能够胜过美国工人。首先，我觉得竞争环境最不公平的就是美国了，因为美国的政府到处把他的手伸进去，对吧？到处颁布这样的行政措施，那样的行政措施，长臂管辖，或者是国内的手也到处伸进去，这里颁布一个法令，那里颁布一个法令，到处对其他国家还有公司都制裁，怎么能说竞争环境公平呢？另外他还说，如果竞争环境是公平的，没有人能胜过美国工人。美国工人为什么没有竞争力？是因为美国工人太懒了，一天8小时，干2小时，休息1个小时，喝茶、喝咖啡，偷懒，是因为你美国工人生产效率不高啊。但是你拿的是人家好几倍的工资啊，比如说中国吧，美国工人同样的工作，你拿的是中国工人的6、7倍的工资，你有中国工人6、7倍的生产效率吗？没有嘛，所以就没有竞争力。然后美国商务部还说，中国的行为缺乏竞争力，这不是放屁吗？恰恰相反，中国太有竞争力了，你美国怕了，竞争不过，所以到处使用制裁这个大棒，对吧？就说明你没有竞争力啊。他继续说，具有强制性，而且是卑鄙的。我觉得他肯定是暗指所谓的新疆强迫劳动那种。如果那个是成立的，抹黑的是成立的，是他认为是事实了，那就没法可说了呗。然后这个商务部长继续说，美国计划使用工具箱内的所有工具，保护美国工人和企业免受中国不公平做法的伤害。也就是说，他的工具箱里面所有的制裁工具，所有的牌他都要拿出来。其实到现在为止，我可以这样说，美国要打的牌几乎都出完了，美国的制裁大棒几乎都打完了。但是有什么很大的效果吗？有一些效果，短期来看有，但是长期来看，对美国绝对没有好处。你出牌呀，继续出啊。
好，国会山报呢继续报道，尽管雷蒙多并未直接谈到商务部还有拜登政府如何处置这两家公司，也就华为还有 TikTok， 但他指出，国安顾问沙利文目前正在着手对这两家公司还有其他与中国有关的主题在进行审查。很多人都说过，华为会继续留在实体清单吗？我没有理由相信他们不会这么做。他的意思就是说，华为还继续在实体清单当中，也就是说继续对华为进行禁运。但是我们正在对中国的政策进行全面的审查。雷蒙多说，我们现在正处于困境当中，我们现在正在竭尽全力的努力，我们不能浪费时间。这句话他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美国进退两难呢，因为现在制裁华为或者是其他中国公司，美国的芯片公司就不能卖芯片给中国公司了，每年损失几百亿美元、上千亿美元呢，这对美国公司是不是很大损失？另一方面，中国公司被打醒了，所以中国从政府到民间已经形成了国家意志，自力更生，发展自己的芯片，这就是他所说的进退两难的境地。他说，我们现在正在竭尽全力的努力，我们不能浪费时间。因为现在他进退两难，你说吧，你解除限制，他这脸又拉不下去，不解除限制嘛，美国每年损失几百亿上千亿美元，美国的那些芯片公司今后活命都成问题啊。没有中国这个大的客户，是第一大客户，大家想想看，在普通的生意场，每一个做生意的人都知道，你能够得罪你最大的客户吗？最大的买家你能够得罪吗？得罪了他，那你的生意怎么做？所以可以想见，只要中国人有国家意志之后，只要中国人呢继续努力自力更生，把这芯片搞出来，那我相信呢，美国肯定很多芯片公司会倒闭，到时谁收购谁还不一定呢。所以说，谁笑到最后，他才是胜利者。美国商务部长他说这句话，就是其实呢，美国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他其实非常坐立不安了。雷蒙多没有直接回答是否拜登总统会迫使字节跳动出售 TikTok。相反，他指出，我们采取进攻行为比防守更为重要。我认为在这里，美国其实想要的是算法，还有美国用户的数据，而中国政府已经颁布了法律，是不准把这个算法卖给美国的。所以现在美国即使想买这个 TikTok， 字节跳动想卖，但是它的核心技术不会卖给美国，所以买过来对美国来说也没什么用啊。美国呀，你打如意算盘就打得太响了，太准了，太精了也不行，只想到自己利益，不想到别人的，哪有那么好的生意？中国的公司 TikTok 还有华为都一再坚决否认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其实从我的观点来说，中国更有理由说美国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而且时时刻刻构成威胁。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航母战斗群一年365天貌似都在南海那里游移，对吧？还有在台湾的附近啊上空一天到晚的飞呀飞。到底谁对美国构成威胁，谁对中国构成威胁，一目了然。在美国，由于很多共和党人不清楚莱蒙多对华为持什么立场，所以他的提名被推迟了数周。据美国国会山的报道，华为是世界上最大的 5G 设备供应商之一。在参议院确认听证会上，雷蒙多表示，他将审查华为在实体名单上的位置，但没有明确承诺将华为保留在实体名单中。我觉得美国政府现在是进退两难，像前面提到的，一方面不想提供芯片给华为，但另一方面，美国的芯片公司每年损失数百上千亿美元，所以美国商务部现在也不知如何是好。拜登在今年2月呼吁建立网络安全道路规则，作为反击中国和俄罗斯的努力的一部分。他还呼吁中国公司提高透明度，因为人民担心中国科技集团与政府之间的联系。国会山的报道，我先在这里停顿一下啊。你看，美国说担心中国科技集团与政府之间有什么关系，但是这里是此地无银300两，美国政府把他的贼手到处伸进去。现在说他担心人家国家政府跟人家国家那些公司有什么关联。
看到这种话我就恼火，太不要脸了。美国人呐，撒谎成性，不知道脸红。哪家美国公司与美国政府没有联系？哪家美国公司敢不把自己的数据提供给美国政府？典型的只准美国放火，不准其他国家点灯，对吧？拜登在虚拟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美国和欧洲公司必须公开披露公司治理结构，并遵守规则，以制止腐败和垄断做法。中国公司必须遵守相同的规则。好，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问你美国政府啊，你美国公司真正的做到了披露你公司的治理结构吗？如果你做到了，你才能够要求其他国家公司呀。我看最不透明的就是美国公司自己，还说遵守规则，制止腐败和垄断做法。其实美国政府的做法就是要看清楚外国所有公司的结构，为什么呢？才可以打压其他公司啊，把人家看得清清楚楚。就好像他要求你家不准上锁，他想什么时候到你家去看，你的卧室也要看，看你的那个柜子里面有什么衣服裤子，对吧？你能够接受这样的吗？你美国可以这样做吗？你允许中国的政府去看你所有美国公司吗？我相信你美国肯定不准吧。你这样是不是太霸道了？说到这里我就有气。美国说话呢，就像黑社会老大那个霸道的嘴脸，你说这样怎么能够服人呢？谁听你的话？你现在趾高气扬，是因为你那些小弟奈何你不得，但是对中国你不能这样说话。3月19号，杨洁篪就对你们沙利文他们说了，还记得吗？还说中国公司必须遵守相同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你美国制出来的，你美国的标准，美国的标准不是全球的标准呢，这也太霸道了吧。你拜登说这话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认为美国公司真的相当透明，还是只要别人透明，自己可以关起门来乱搞？看来当初我对拜登的判断是正确的，在遏制中国这一点上，美国没有党派之分，拜登其实就是特朗普 2.0。 拜登不仅继续执行特朗普的制裁政策，甚至呢各种制裁还不断加码。说来说去，中国的壮大肯定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美国是这样，不把中国的最后崛起扼杀在摇篮当中，美国肯定是誓不罢休的。今天把中国这7座超算中心纳入实体清单，是遏制中国的一步棋，这也将促使中美的科技脱钩进步加速。有不少网友认为中美脱钩不可能，因为交织太多了。但我认为某些方面脱钩是肯定的，有可能接下来会从计算机芯片还有计算机驱动系统，比如说微软的 Windows 还有苹果的 OS 下手。就是说今后中国不能够使用美国微软的还有苹果的驱动系统，这点估计难不倒中国，但恶心是挺恶心的。中长期来看，我认为今后这个世界会分成中美2大阵营，以及中美2大不同的体系，2个体系的脱钩可能会越来越多，直到另一个体系完全占支配地位，今后又会逐步融合为一个体系。不过我相信中国方面对美国可能的制裁已经有各种预案，各种针对美国脱钩的安排也在执行当中，比如说去美元化，还有路上的一带一路、能源多样化等等。尽管有的网友说俄罗斯这个国家不值得信任，因为在过去呢，他偷走了中国那么多的土地，但是那是清朝时候的事情了。因为目前的情势来看啊，只有联合俄罗斯、还有伊朗、还有巴基斯坦来抗衡美国才是最佳的策略。我们都知道，国家之间是没有友谊的，只有利益，对吧？俄罗斯可以给中国提供能源，还有一定的军事支持、军事协助。伊朗可以帮助中国增加能源供应的多样性，这样可以避免中国过度依赖一个国家，比如说俄罗斯的能源供应。上几期我就提到了，伊朗的能源可以很容易的通过这个管道输入到巴基斯坦这边瓜达尔港，然后从那里通过中巴走廊，通过陆路输入中国的新疆，这样能够保证中国的能源安全。可以说，只要保住了俄罗斯、伊朗和巴基斯坦，中国的能源安全就不会有大问题。即使美国封锁所有海上的各种交通要塞，比如说马六甲海峡、印度洋啊，或木兹海峡等等，中国都可以从陆路源源不断的获得能源供应。
有了能源，整个国家运行就不会出大问题。这个世界是相互依存的，国际贸易也一样。经过这次苏伊士运河断航事故后，相信中国、亚洲还有欧洲国家的贸易将会越来越多通过陆路运输。长期来看，彻底打通欧亚大陆以及非洲大陆陆地运输应该会实现。到时，海权国家会越来越变成边缘国家，美洲会越来越变得像今天的澳大利亚那样，变成一座大的孤岛。毕竟，亚、欧还有非洲三大洲连起来之后，全球近90%的人口也被连接起来了。今天利用这个机会，我想来谈谈美国越来越严重针对亚裔的暴力。这些不仅是美国白人政客煽动起来，也因为那些在欧美国家，特别是在美国的反中人士，比如说像余茂春呐，还有轮子的媒体啊，台湾政府豢养的媒体啊，还有台湾政府花钱买通美国的政客啊，美国政客以及美国的媒体大肆制造对中国以及对中国人的仇恨，从而导致在美国还有其他国家所有的亚裔都受到了波及。并不是说中国还有中国政府有多坏，而是中国的崛起威胁到了美国老大的地位。我就不理解为什么这些反中人士呢就看不明白呢？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而反中，导致现在在欧美国家，特别在美国，反亚裔的这仇恨越来越严重，今后肯定会反噬，而且现在已经在反噬了。现在和将来的趋势肯定是，所有亚裔，包括中国人，也包括这些反中的亚裔，今后都有可能变成种族仇恨的牺牲品。我真的希望这些反中的动物们，你们受的惩罚会早一天到来。一个国家变态到拿同一个国家内部的另一个种族来出气，注定这个国家离灭亡不远了。一个国家做不到团结，没有凝聚力，大家互相残杀，这个国家如何发展？现在我们回到制裁这件事情上来，短期来看，美国的制裁确实很恶心人，但长期来看，美国这是在孤立自己与世界啊，是自掘坟墓。小人可以得志一时，但是不能永远得志，这是我的看法。